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变形坦克的第2期。本作实际的名字呢是超彗星战记。上一期咱们攻略了1到3个区域，本期咱们开始攻略第4到第6区域。第4个区域实际上是可以跳过去的，利用一个穿墙的 bug。但是这里呢，我就不给大家跳了，演示一下本关的主线的流程，以及怎么引发穿墙的 bug。同样的，咱们就直奔 BOSS 所在的场景了。哎，这里进门就碰到他，这没法避免啊。这个游戏如果有小伙伴能打无伤的话，我是真的佩服。有些地方我感觉就是不得不掉血。上边左上方的门其实就是一个室内的场景，但是那个场景呢不是 BOSS 所在地。每一个区域的地图其实不是特别复杂，花个半个小时左右吧，你也就能探明白了。但是呢，区域和区域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，所以说这也是导致很多小伙伴当年迷路的原因。而且呢，一共有8大区域。好，这里本关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 BOSS 所在的场景，而且理论上这个场景和 BOSS 所在的场景是分开的，但是咱们可以利用 bug 来穿过去，给大家演示。好，这个水面如果你下去的话，实际上是1条命就没有了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受伤了，趁着受伤的无敌时间，你是可以走过去的。这里就利用这点，我实际上是从3号的室内区域来到了4号室内区域，这样就来到了 BOSS 所在的场景。这是一个 bug， 这关之所以我没有跳过，就是为了给大家演示这个 bug。这样的话呢，咱们就可以直奔本关的 BOSS 所在地了。但是呢，咱们也付出了代价，因为本作如果你掉了1滴血，你枪的等级也掉1级。但其实游戏已经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呢，枪的话在下一关的 BOSS 有用处，而且下一关有一个非常便利的刷枪的地方，所以说本关呢，咱们就利用枪的等级来少走了一段路。这个枪这现在射的已经非常短了。好的，本关的 BOSS 战。一只青蛙，这个青蛙的点很难找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利用暂停 bug 来打死它。一旦抓住机会，好，第2次暂停呢，抓住这个机会了，这样它就挂了。这个 bug 呢，我之前在第1期的时候也给大家演示过了，当时是打那个蝎子嘛。好，这样拿到了一把大钥匙，这个钥匙是用来开门的。好，但是咱们现在离车非常远了，因为咱们是从3区3号门进的，现在咱们从4号门出来了，因为中间利用了 bug 嘛，所以这里呢，咱们就死回去。好，利用这个高度差把自己摔死。还有1条命，继续。可以了，然后去一下关，这样就从本关的开头出现。所以说这个游戏的套路真的非常深啊，大家想一下。刚刚我利用了无敌跨越障碍的 bug， 然后又利用了这种续关回到本关开头的这个机制吧，这个不应该说是 bug， 是一个咱们可以利用的游戏机制。后面还有各种 bug 啊，对，刚刚打 BOSS 还利用了暂停继续发射子弹的 bug。好，这里我穿墙穿过来了，然后需要暂停一下才能进这个门，你才能进到第5区域。这里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bug 的引发方式吧。但是这样的话呢，咱们没有坦克，你发现了？想有坦克的话，仍然需要死回去。对的，咱们这几条命也要交代在这儿。这样的话呢，坦克就出现在本关的开头了，等于你用生命把坦克拉过来。也就是说，这种
把人都过光了，然后呢，续关是有2种应用的，一是快速移动，二呢是把坦克拉回来。刚刚穿墙的那个 bug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你从坦克下来之后，快速的按左和右键啊，快速按左右键，这样你就能穿过去。穿过去，刚刚那个场景呢，实际上我拿到钥匙，我开左侧的那个闸门，然后呢，利用人爬梯子上到上层去，再下来就能开右侧的闸门。我刚刚演示的这个情况呢，是在你没有拿到钥匙的情况下，也就是说整个第4关可以跳过去的情况下，可以这样直接过来，把这关跳过去。拿到了钥匙呢，就可以直接小跳一下，穿1层墙把2个锁都打开也是可以的。这里主要就是利用到穿墙的 bug。好，第5关这个地方是一个刷枪的地方，这里有一把闪光的枪，还有很多血，所以这里就可以浪一点了。这个枪实际上呢，一个闪光一个不闪光，咱们捡到之后可以加5级的枪，一共进2次。也就是说呢，你第1次捡完枪有2滴血可以掉，有2滴血这样的机会。好，再进门，咱们再拿1次，枪就满了。想要舒服的打本关的 BOSS， 一定要把枪上。这回分叉了，但是现在射速比较慢。好了，全是好东西啊，可以了。枪已经刷满了，有的小伙伴管这个状态叫做彩虹枪，其实挺形象的，射出的量非常大，也非常快。好了，回去拿车。拿到车之后呢，咱们左右刷一下，我看这个小怪美不美啊？不美。但是游泳那种小怪，如果它在屏幕范围之内，你看见它了，你左右换一下场景，它是会消失的。现在的坦克在水里移动非常慢，咱们需要拿到本关的道具，这个车才能游得快。所以咱们去的时候呢，就不带车了，太耽误事儿。当然，如果你不追求快一点通关的话，还是可以带着车去的。因为你回来的时候就快了，但这里我把车留到那儿呢，实际上是有一个其他的想法。好，这里带一下屏幕，切换一下场景，小怪没了。这个小怪还是挺强的，子弹的射速非常的快，射程也很远，能不打就不打吧。咱们现在的血量呢，因为敌人的攻击方式的攻击力啊不一样，有的2下能掉1滴血，有的1下，有的是1下2滴血。好，有血咱们捡满了，走人。血量真的不是主要矛盾，主要矛盾其实是迷路。快到本关的 BOSS 了。青蛙那个地方有很多小伙伴其实当年卡到那儿，因为他的被攻击判定真的太严格了。现在咱们是掉了1滴血的状态。好，这里就是 BOSS 所在的场景，进去了，拿着彩虹枪，非常的嚣张。快跑，快跑！受伤武器的等级下降只限在室内的场景，在室外是不下降，挨多少打都没问题。这个场景还是比较长的，但是室内场景一般路径不复杂。可以利用一下咱们武器的穿透力来打这些小怪。爆了好多批呀！
这么多批啊，还有一个枪，枪咱们满了是吧？但是掉血的状态这么多批我还是比较喜欢的。好的 ，BOSS 战，这个 BOSS 看起来是一个什么怪呢？这是一只大蝎子还是蜘蛛呢？这个 BOSS 非常有特点，咱们拿着彩虹枪打他无伤，你如果不刷枪的话，基本上他打你无伤。看谁射的多，反正都是散弹，就是比谁身体不好。他炸了，好，咱们拿到了，这应该是一个潜水的工具，战车装上它就可以在水里自由的游了。这样拿到之后呢，咱们死回来，对，我又死回来了啊，咱们死回来3次了吧，对吧？或者呢，你就带着车下来，再带着车原路返回，反正大家想一下哪个更简便吧，对吧？原路返回呢，大概需要个3分钟左右，然后死回去呢20秒。好，第6区的 BGM 不错，另外还有一点，很多小伙伴当年止步于此，包括那些玩的稍微好一点的小伙伴都是这样，因为这关的操作手感真是太差了，惯性非常大。本身这个游戏的坦克开起来就有一定的惯性，比较难开，然后再加上这是一个冰雪路面，咱们还没有雪地胎，所以说就显得车非常难以操作。但是本关的路径呢比较简单，虽然比较长，但比较简单，咱们就是向右上方移动就可以了。注意有一些地方不要掉到下层去，掉到下层去呢要回头走很大一段的冤枉路。那下面这个虫子踩了，所以说咱们也能够踩，对吧？这关肯定会玩的小心一点，尤其是跳坑的时候，因为如果掉下去了，真的走冤枉路太不划算。这一炮后坐力好大呀！好，记住向右上方移动，东北方向。这个图是我几乎这个游戏最喜欢的一个图，因为它的节奏非常好。好，咱们捡这2个跟踪弹。这里的节奏就往前开，回头开枪跳，这里也是回头开枪跳，都是这样。这里不是秀操作，因为这里虽然有惯性，但是呢，由于空间比较小，撞到墙之后惯性就没有了，所以反而很舒服。这里是个小技巧吧，就是可以在刚才那些障碍物上，我到底踩到雷了，还好这个雷是半滴血的伤害。刚刚在障碍物上直接走下来，可以落到下一个台阶上，或者呢，你可以把所有的障碍物都打没，然后跳过去，那样比较耽误时间。但很多小伙伴不敢走啊，被虫子咬了一下，又咬了一下，这样受3次伤。咱们现在应该是掉了1滴半的血，但是第2滴血还没有显示。看一下，有40发的跟踪弹。因为咱们中间挂了几次，所以说很多的闪电和导弹都没有。当然主要的能力还是继承的，它只是失去了副武器。但副武器用的机会啊，如果你不追求速通的话，其实不是很多。因为大部分呢，咱们其实是处于个赶路的状态。又是跟踪弹加一个闪电。我感觉这次我给大家录制一些线路啊 bug 的利用啊，注意的地方我应该都说到了吧，提到了吧。线路的话看我这个线路就可以了，我觉得虽然不是极其简洁，但是呢对很多小伙伴来说通关也是足够的，你可以当做一个没有通关过的小伙伴的攻略来看。把这个皮吃掉。这个虫子趁它落地之前干掉它，不然它趴在地上，咱们车的状态只能发射跟踪弹来打。好，这个跟踪弹扔出去3个，只打没一个，还跳不上来。这个因为车比较宽嘛，
4个，来一发，来一发，搞出了好多皮。好，这里咱们要进上面的门，这就是 BOSS 所在地了。需要注意的是啊，6号区域和7号区域并不相通。对，因为打完这里呢，咱们需要走2号区域，2号区域和7号区域连着。你想想这个神不神奇吧？那很多小伙伴其实当年有过探索的经验，就是2号区域有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非常的高，因为咱们现在是有火箭状态的。他是拿着火箭状态把燃料刷满，然后往上飞，发现飞不上去，太高了。那做出这样努力的小伙伴，我真要给你点个赞，非常的不容易。但实际上呢，这里是要用到爬墙器的，也就是第6关爆出的东西才能够上去。好，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，可以走左右2条路，左边呢比较近，但是很滑，比较容易掉血；右边呢不滑，但是比较长，对吧？看你喜欢滑的还是长的。这里呢，他每撞掉我一点血，都又给我爆了一个血给我吃，这就是给个巴掌又给了个钳子。第6关的 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呢，其实很像第2关的 BOSS， 又是那个大蝎子，有2个钳子的。咱们这次站在他的左侧来打他，因为他开场的时候钳子在右侧。好，利用暂停 bug， 这样他就没了。这个 BOSS 真的比青蛙简单多了，那个青蛙的点太难抓了。但是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 BOSS 这里有一个恶性 bug， 这个恶性 bug 是什么呢？就是好，你暂停打他了，对吧？打完了你又暂停解除了，解除之后，这个 BOSS 虽然挂了，虽然炸了，但是呢，他仍然活着，仍然跟你打架，你只能死。这里呢，完事之后，咱们要回到第1关，因为呢，7区是和2区相连的，咱们从1区走比较近，所以呢，我用了一下软启动啊，大家这里不要使用硬启动，就是上下拨一下那个键，要软启动按下去的那个。软启动之后，咱们默认就回到了第1关这个地方，离第2关比较近，离第7关那个入口也近。这个地方很熟悉了，咱们向2区前进。真的，刚才那个 BOSS， 如果你引发了那个恶性 bug 的话，那就是你只能挂一次了，真的很恶心。具体的表现呢，就是 BOSS 已经炸了啊，他身上在爆炸，但是呢，他仍然给你打架，而且呢，你无法再一次打死他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，是吧？你就卡在那个场景。这个地方大家应该记得吧？最开始拿火箭弹打了一个鬼脸的石头，然后才过来的，这样咱们能去2区。这里没少掉血啊，这是2区了，剑从2区向7区前进。这个和3区呢是2个方向，大家注意看我走的路线。从刚刚软启动之后，感觉自己一顿被咬啊，就是着急赶路，这里还撞到头了。咱们现在武器的形态其实已经升级过了，对吧？之前拿到过火焰枪，又拿到了激光枪。我们这个皮要拿着，把血加满了先。啊，2个讨厌的虫子啊！因为咱们刚刚软启动了，所以说咱们上一关吃到的那些跟踪导弹就没有了，就等于游戏重新开始。但是呢，主能力继承啊，副武器没有。前面这里基本上和向3区走的路径是一样的，还没到那个分叉点。这个游戏速通的话都要40分钟以上哦，速通都要40分钟以上。现在很多小伙伴能坚持看下来一个50分钟的视频了吧？所以
说我分成了3期，而且50分钟我感觉录不完啊，至少要55到1个小时，总体的长度啊，因为我没有跳第4关，第4关还打了，而且呢，第1关所有的小房间给大家进了，演示了一些支线。好，就是像这个方向啊，这就是分叉。从这里就是向第7区的路，这你说谁能想到吧，对吧？当年有语言障碍，然后年纪又小，8、9岁玩这个游戏，真的找不到。哎，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、体位姿势啊，反震射，这一般的车开不出来啊！啊，继续往前走，快到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咱们拿到的爬墙器是小功率的，下一关才能拿到大功率的。大功率的呢，可以倒吊在棚上，现在你只能90度爬墙。好，这就是去第7区的门了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下一期咱们进行第7区域和第8区域的流程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